大家早安。再按下去，它就已经开始在录音了。很荣幸，第一次面对这么多女性讲，所以一开始觉得很害羞。然后再转下去，我发现我不知道要带什么东西来送给大家，然后发现很多人在吃早餐，所以我带了一个见面礼给大家，这个叫做牙签。好，等一下刚刚吃饭的吃早餐的一定有用到，你们麻烦一人拿一根。这个东西等一下上课会用到，好吧？对，所以。这个我刚刚冲去买的所以这个还很新鲜哦。你要拿2根也没有关系，好，就麻烦传一下，好，那今天很荣幸陈理事长他邀请我来做这个演讲，那。我先大致上介绍一下我的背景，因为我必须要讲，我跟各位其实很像。我这个题目应该是设计的题目。那我原本在中山是念机械的，所以从大学到博士班都是机械的，都全部都念机械。然后呢，后来在学校刚好有一个机会，所以我做的研究开始有点不太一样。我原本做的研究是火灾。专门我跟别人不一样，别人是不喜欢发生火灾，我是很喜欢帮会，你知道吗？人家是在灭火，我是专门在放火的。那后来到学校去之后有机会，我就刚好接受到一个比较新的领域，那刚好有这个机会，就专门做跟建筑有关系。我做的就是做建筑，特别做玻璃的部分。所以后来我就转行了，转行之后从机械跨领域跨到建筑。然后刚好，跟建筑有关系，所以我出去外面有一些演讲的题目跟建材有关系，大家都以为我是建筑系的。当我跟他讲我是机械系，他们都不太相信。那后来又有一次因缘机会，刚好树德科技大学，我有个好朋友在那边，他也是教授，他有一堂课叫文化经济学，找不到老师上，他说怎么办？不然就会开天窗。他说你来帮我上，反正好朋友嘛，我说只好勉为其难答应了。那这个文化经济学听起来就不知道是什么，对不对？因为要讲文化又找经济。那后来那时候我教的时候是2008年，刚好也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所以我就想办法找，后来找到最好的就找文化创意产业。所以我就这样一直教到这学期昨天我还有教了14堂课的文化经济学，就在教文化创意产业。所以我又变过来，我又变成设计的人。所以你可以看到我这个。跨很大，对不对？管很大。好，那其实我只是要分享说，其实我们不要设限在自己你是在什么领域上面。我现在一路走来，发现这个就是越来越广，然后反而是都可以连接，都有连接。好，所以我今天才有这个荣幸呢，因为这样子一直不务正业啦，一直跨到现在，我就开始讲设计了，就开始设计的部分，我也是我的其中的领域专长。然后呢？刚刚送给各位的见面礼，这根牙签呢，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牙签有什么样的不同点？它不是一般的牙签，对不对？一般的牙签通常是双头的，它是单头的。所以我不知道在座各位有没有去研究一下，为什么前面要这个东西？这个是要看好，有些知道你们就先不要讲，还有很多个功能在，对。然后它其实至少有3个功能在。然后它还有包含有文化在，这个文化绝对不是台湾的文化。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很多设计的东西其实都在我们的生活现场，一定在我们生活现场。好，所以我那个投影片里面其实有一些是比较应该说比较多的字的，那个都没有关系，那个其实是给各位参考。如果各位有用到的话，我们就可以参考。那我今天要讲这个题目呢？说简单很简单，说难其实很难。那这个题目其实是那个陈理事长给我的题目，反正他给我什么题目我就讲什么题目，叫创意发想。另外这边虽然给商品开发，但其实就是新产品设计，怎么样做产品设计？这个题目其实很难，但是其实很简单。其实我们现在可以来玩一个游戏，但跟这个牙签线没有关系。我们其实不是在玩游戏，我们先选一个东西各位，如果我们今天是一个研发团队今天我们是一个研发团队，名字先还没取，我们先选一个东西，你们想要研究什么，开发什么，我们先选出来，你们觉得什么东西你们最想要开发？都没有。
可以讲你们想说有什么东西你想用到啊，想开发的。OK， 好，那这样子好了，我们看到这个水壶，我们从这个水壶开始，好，我们的研究团队就是要研究这个水壶。OK， 好。然后你认为你水壶应该具备，你认为什么样的水壶是你觉得应该设计出来的？可以大声一点。保温好，有一个保温的在，一定很多的来。携带方便好，还有2个咯。外观对不对？爱素的不？或是要卡哇伊好，还有没有？比较轻是不是？好，轻还有呢？耐用。哇，好，太好了。好，大家帮我记一下啊。还有。好洗，好，很好，这个很重要，对不对？因为通常这个东西我是不好意思打开，里面打开应该来内容茶垢，或是咖啡垢，或是水垢，对不对？好，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抗菌，哦，好啊，好，这个越来越好了，来了，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你们觉得？便宜，成本对不对？好，阿克五，美观刚刚有讲过了，对，但是美观很重要，还有没有？哦，这个更高级的，就是说把水放在里面会变成养生水，好不好 ？OK， 好，我要说我会提一个东西，要锁得紧。对，这个是我常常骂我女儿，你为什么每次书包都湿掉？她说那个水壶就水就漏出来啊，你也不能骂她，因为那个水壶是你买的哈。好，还有没有？有加热功能，好，越来越多了，来，还有没有什么？无毒，好，就是杀菌跟无毒，好，无毒可能是指材质的无毒。还有没有？你们觉得？好，开始会出现越来越难想了，对不对？好，但是没有关系。其实我们的题目一开始其实第一个已经讲完了，我们刚刚已经做完了。其实设计每个人都会设计，只是说最后怎么样做出产品，它不是那么难。但是也不是那么简单，但是我们都会设计，所以等一下我会告诉你什么叫设计。一开始，然后我们每个人都是设计师，所以我们刚刚已经在做一件事情。我刚刚在问你们有没有，你们回答那个东西就叫做发想。好，发想。那什么叫做发想？简单讲呢，我们刚刚做的这个动作有一个专有名词，这个专有名词呢叫做脑力激荡。大家脑力激荡应该都听过了。脑力激荡其实一开始不是用在设计，一开始是用在教学生，那个小学生或是幼稚园的那个小朋友跟老师之间的互动，想办法让他能够，他们随便讲什么都可以，不要限制他们，这个叫做脑力激荡。OK， 好，所以你可以发现我们有时候比较不敢讲，对，为什么不敢讲？因为我们通常已经被教好了，什么？你不要讲错，对，然后呢？你最好讲出来让人家惊艳，但是不要让人家讲出来会笑。对，但是如果你在幼稚园，你会发现这些小朋友没有这个禁忌的话，他们就开始踊跃发言。这个就是脑力激荡的一开始的出发点，它就是发想。好，这个第一个步骤我们大家都知道，所以我们刚刚做了一个类似一个游戏，你稍微就知道，其实我们要创造一个商品，一定要从脑力激荡开始。可是如果从刚刚这样子的我们回答得到那么多的元素，这个每个东西都是我们设计的，我们称为元素。那有没有办法把它做出来？有的东西你会发现是相违背的，有的发现做出来可能要一支保温瓶要20万，对不对？刚刚说有一个妈妈讲说，最好一般的水把它放进去之后，它就变成什么养生水，吃了之后还可以长命百岁。等一下我会告诉你。这个东西有一些趋势你要了解。好，这一支是不是就20万了？可是刚刚好像有同学讲便宜，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在发想的过程当中，都对我们的产品呢设计有帮助，但是会矛盾。好，所以通常脑力激荡这件事情其实大家都会，有时候我们3个人坐在一起去讲别人的脸阿伟旁边那个什么陈太太怎样，那个就是脑力激荡。只是我们是透过什么？透过讲故事的方式做出脑力激荡。我们刚刚不是做过讲故事，我们刚刚是透过主题性在做脑力激荡。好，所以每个人都是很厉害的脑力激荡，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很会发想。所以你刚刚就发现一件事情了，
脑力激荡通常会发散。你会发现我们3个人在讲闲话、讲八卦，讲到后来的，喝完我们去杯彩啊，有没有？怎么样的结果？没有结果，这个我们称为发散。所以刚刚我们如果这样子讲到一大堆之后，我们脑力激荡之后，如果我们就这样子结束，我们这个产品绝对不会开发出来。所以脑力激荡是一个步骤，是开始而已，这个我们称为发散。好，如果你把它讲出来，我们没有像刚刚我做的一件事情，我们去想，其实很多事情会矛盾，有时候会发现现在不可行。比方说这个水要把它变成阳明水，不可能，或是水变成酒，好，这个应该只有耶稣做得到，我们应该做不到，对不对？好，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要开始做一个动作，叫做本来发散的东西要聚焦。OK， 所以我们商品的开发第2个步骤就是要开始聚焦了，要开始筛减东西。所以接下来我们有很多的课，刚刚你有听到很多课在干嘛呢？就是我们要开始从设计的过程当中，要开始把很多东西删掉。所以或许你们未来有一些课要讲专利，因为你有一些东西人家已经有专利了，你不要去做，因为你做了之后就会被告，然后你就会怎样，卖不出去就算了，还赔了一屁股的钱，对不对？当然这时候你还有另外一个课，对不对？他教你怎么样去跟银行贷款。好，开玩笑的哈。所以呢，一开始的产品设计，大家每个人都会。好，所以现在对产品设计大致上应该有一个流程了。那我们到目前为止这个动作都还留在我们的脑袋里面。我即使知道我们今天要做出来的产品有什么样的特色，或者我们定价定多少，我们都只有到这里而已。这时候呢，这一支保温瓶都还没有看出来它到底长怎么样。OK， 但是这个已经是很宝贵的经验，所以我今天大致上会把那个流程讲让你们知道。好，所以说那里面有一些趋势，我也讲了让你们知道。好，谢谢你的保温瓶。好，那这支牙签刚刚有没有人没有收到这个小礼物的牙签？可以拿到前面来。还有那个妹妹，那个弟弟还是妹妹也可以拿，没关系。好，我这里有牙签，对。好，这个牙签还没有上场哦。虽然你们刚刚已经有同学讲说知道这个牙签的用途。好，这个牙签的用途呢，在这个影片里面会可以看到哈。这个是一个影片哦，这个在讲设计面观，但是它其实都在讲一件事情，我们的设计的产品。包含食衣住行娱乐，我们用得到的什么东西，都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会遇到的。所以怎么叫设计呢？等一下我会告诉你，归纳一点，设计就是在解决问题。各位你们要记住，设计是在解决问题。好，那我要进入课程之前对，我要希望让你们能够多看一些这个然后这个比较生动有趣一点。好。怎么没声音？When you see an object, you will make so many assumptions about that object in seconds. What it does, how well it's going to do it, how heavy it is, how much you think it should cost. The object testifies to the people that conceived it, thought about it, developed it, manufactured it, ranging from issues of form to material to its architecture to how it connects to you, how you touch it, how you hold it. Every object, intentional or not, speaks to who put it there.
industrial design has always been mass production. It's been producing standardized objects for consumption by millions and millions of people. One of the earliest examples would be the first emperor of China. He was waging war to try and colonize more and more parts of what would eventually become China. And one of his problems was that each of his archers made their own arrows. And so if, say, an archer died, a fellow archer couldn't grab the arrows from his quiver and start shooting at the enemy because the arrows literally didn't fit his bow. So the first emperor and his advisors came up with a way of standardizing the design of the arrows so that each arrow would fit in the bow. Many of the best examples of industrial design are things that people don't think were designed at all. I mean, take the post-it note. It's something we take for granted, but people don't think of it as being designed. And what they don't realise is that from the moment they wake up, almost everything that fills their world has been designed one way or another. There is a story embedded in every object. Every decision was made at some point about something. This particular toothpick is a Japanese toothpick, but obviously it's manufactured for sale in the US. But what's interesting about it is it's kind of the evolution of a type of object that happens over many, many years. But you'll notice that the end of it, the tip of it, is serrated so you could break it off. This is like to signify that it was used. But it also creates a tiny rest for the toothpick. Obviously, that Japanese-style toothpick has a specific cultural context where that kind of functionality makes sense and that kind of ritual, it makes sense. That may not be used that way at all in the United States. But what's fascinating about these little stories that get embedded in objects is that I'm reminded of a quote by Henry Ford, who once said, "Every object tells a story."好，所以各位，你们可以做一件事情，知道这个牙签有什么故事在吧？好，或许你们已经知道，刚刚有人讲过了。那这个是一个很小的发明，非常小的发明，但是它有一个故事。所以如果你们在座的，如果你们是开跟食物小吃店有关系，或是餐厅的，我都很建议你们使用这种牙签。我没有广告，我没有生产这个东西哈。这干嘛呢？你就可以开始跟你的客人讲这个故事。他设计的东西其实真的很简单，但是他站的点呢，等一下我会讲到了。现在设计都讲到有一点会讲到跟绿色设计有关系。好，这个东西不管跟谁都一样，因为我们很多的食品需要包装，所以也会跟绿色设计有关。所以他刚刚说了一件事情，你怎么知道这个东西有用过还是没用过？我想你可能在很多地方也是遇到，你根本不知道那个筷子到底脏的还干净的，所以我们甚至还有很多回收筷，对不对？还拿来直接用，根本。那所以这个就可以把它折断，就代表有没有用过。还有另外的是会跟我们的，当然他是讲日本的文化了，但是这应该是日本的文化没有错，就是最后应该还是中国的文化很好，就是折掉之后可以当这个可以这样，你还可以继续用嘛，对不对？你不会只有一次，你可以让它对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有一个名字叫快什么东西的，好，快电是好 ，OK， 那你就可以看到。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它要做2环吧，因为如果它只有做1个环，你把它折断，你放在这边就会滑倒，就会这个还是放不稳，所以它要多做1环，它可以放得稳一点。OK 好，所以你就可以发现思考模式不一样哦。我们长期以前使用的是什么？2个尖尖的，对不对？它的模式是什么？如果你吃牛排实在是吃太多了，一只没办法用，换另外一边可以继续用，对不对？可以让你比较有效果一点。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是不一样的思考模式，会衍生出不一样的设计。好，我们也是一样。所以这里还有一点哦，我希望各位这个我看过非常多的设计师，他们都要讲，我们设计师或者是我们是做发明的人，一定会要讲故事。所以你看一下，他说每一个事情都有每一个物体都有一个故事啊，包含我们每一个人后面不是一个故事，我们每个人后面是一长串的故事，对不对？从你出生到你现在，不知道有多少故事哈。好，什么事情都可以讲，所以我们要训练这个也是一样，我们需要第一点就是要开始
对你要设计的是要练习讲故事啊，你们不要害羞啊，我们也要共赏，因为等一下我会告诉你，我们很多产品我们设计出来会让人家觉得实用，甚至会觉得你是好设计，或是觉得会心一笑，或是觉得这个东西设计太好了，我想要买。原因有一点，这个就是一个也很有名的设计师，啊，他叫做村上隆，日本人。那你们可能不认识他，但是呢，他是一个画家，后来他去跟 LV 合作，他设计了一款包包，你们搞不好知道，它叫做樱桃包，就是反正 LV 的包包上面就画樱桃，也没什么，就画几个樱桃而已。OK， 但是他可以讲他的故事。OK， 他村上隆讲一句话，就是说，其实交易是交易在人心呐、人心。好，即使是因为你是我的好朋友，我卖他东西，他帮我买，我们还是交易在人心，因为人心是建立在什么？我们的友情上面。有时候建立是，你这个东西给他，他马上看到就觉得这个是我想要，这个也是人心。好，所以在座的各位，其实今天如果你听到，我觉得有一些跟刚刚那个 slogan 是很像的啦哈。但是我是觉得，其实设计有一些准则，我们都称为准则，你要把它记在心里。这个其实不只是用在设计上面，我觉得用在我们的生活上面都一样。所以，当我们如果像刚刚那里后面有一个小朋友，我都觉得我们小朋友其实他要怎么样念书念得好，其实很简单。从小时候你妈妈开始讲故事给他听，然后他长大一点的时候，不要让他讲答案，让他讲故事，因为讲故事就是训练他把他生活看到的东西告诉你。好，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要，第一个要会讲故事，第二个要成为会讲故事的人，会听人家讲故事的人，对不对？好，这个我们再继续看，继续看下去呢。刚刚这一点并没有告诉你他为什么要设计这个东西，反正就是牙签而已，只是告诉你牙签我可以怎么样的演进。接下来这个故事呢，他是在做削水果皮的那一只削水果的刀子。他为什么会这样的发明呢？他有他的故事在。好，那我们来看看。How to read it. We work as consultants, which means we work with a lot of different companies in a lot of different fields. But really our common interest is in understanding people and what their needs are. So if you start to think, well really what these guys do as consultants is focus on people, then it's easy to think about what's needed design-wise in the kitchen or in the hospital or in the car. What we really need to do to design is look at the extremes. The weakest, or the person with arthritis, or the athlete, or the strongest, or the fastest person. Because if we understand what the extremes are, the middle will take care of itself. It's actually things I haven't seen in 1,000 years. I tried to use less material, like there's one that's hollow inside. You know, a good friend of mine, Sam Farber, he was vacationing with his wife Betsy. I got a phone call one night. He was so excited, he said he couldn't sleep. And what he was excited about is he had been cooking dinner with Betsy, and she was making an apple tart. And she was complaining about the peeler, that it was hurting her hands. And she had arthritis, and she just couldn't hang on to it. And it hit Sam at that moment that here's a product that nobody's really thought about. And our thought was, well, if we can make it work for people with arthritis, it could be good for everybody. We knew that it had to be a bigger handle. You know, kids have big crayons because they're easier to hold on to. It's the same thing for somebody that might not have full mobility of their hand. They need something a little bit larger that's a little easier to grip with a little bit less force. So we did a lot of studies around the shape of the handle, the size of it, to come up with that size that would be perfect for everybody. But eventually we found a rubberized bicycle grip, and we basically did this. So it really goes through many, many more iterations than you would think to do a handle that's relatively simple in the end. So I think one thing with an emperor is you had this like constant position, like when you're closing it. But if you're
whole object? Because I feel like here's the spot that really hurts. This is the biggest pressure point for me. Just like missing on all 4 fingers of friction. So when we start out doing a project, looking at these different tools to understand really how we can design a better experience for someone ergonomically. So really what we did here was just to map it out when we did the exercise with the glove and understanding where the pressure points are. And when we started going into this process of developing these models and some of the ideas, one thing we realized with this model, if you compare it with other head chairs, a lot of them just have a straight handle. So you can't, for example, you don't have any control over the weight. So if you're cutting far down, it means that you have to squeeze harder to hold the tool in place, otherwise it's going to slide out of your hands. So with really sort of sculpting this handle area, it sort of locks your hand around this form, so you have to squeeze less, so you have a really secure grip. 好，所以刚刚我们看到了，所以你现在应该知道，看着我们的影片，应该知道为什么那个削水果刀有很多种，有的会比较贵，有的又很便宜，所以我们就千万不要买那个刀柄很细的，刚刚看到就是刀柄很细，不好握，然后很容易滑掉。 然后不好施力，所以我们才有做另外一种设计，所以包含的这个东西，搞不好它都有用处在。所以我们很多的产品呢，我们就要回到我们的投影片的第1页，我们在做商品设计的时候都是有目的的，所以千万不是都是没有目的的，所以这些人不会花了那么多时间去做了一个跟其他不一样的，然后没有毫无用处的。OK， 通常是很少的。 所以我刚刚已经跟各位提到过，就是什么叫做设计。所以我们来看设计，一开始我们就必须要知道，因为我们要做开发嘛，商品要开发，我们已经讲过，你要创意的东西，一定要从设计开始，源头开始着手。所以这个在网络上，如果你去查维基百科，它会告诉你什么叫做设计。设计其实是2个字合起来，这个一个叫做设想，一个叫计划。 刚刚我们在那边针对它又出现了，针对这个保温瓶，我们做的所有的事情叫做设想。我们去想一个我们认为理想的保温瓶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功能，或是什么样的想法，这个叫做设想。这个就是我们的发想的，在设计的一开头一定要知道。接下来第2个部分在计划，计划是什么？计划简单讲，这里有提到，它就是一个过程的安排。 各位，我们刚刚看的那个影片，我们从那个把手你就可以看到，那个削刀器的把手你就可以看到。一开始我们只有一个想法，要做出一个比较好握的把手，而且要给谁用？给所有人用，特别是它是针对谁在用。如果你手受伤，我还是要削水果，怎么办？好，有一些是长期的受伤，所以它可能有一些关节炎。这个设计有一个名词，大家可能都听过，这个叫做通用设计。 通用设计，什么叫通用设计呢？有一些，好，我在这里我都应该要讲一下，因为我们社会都搞不清楚通用设计，以至于有很多误用。通用设计简单讲，像博爱座就是一个通用设计。博爱座的意思是，我要设计这个椅子呢，如果你看那个英文那个英文翻出来我们叫做博爱座。有没有发现博爱座好像，而且呢，感觉上你们觉得那个博爱座应该谁做？ 老弱妇孺，对不对？好，所以这是我们的教育。所以你是正常人，要不要做？你绝对不会做，对不对？可是你知道那英文翻出来是什么了吗？叫做老弱妇孺优先，知道意思吧？那个椅子原本设计是说，万一真的有老弱妇孺，我们就让给他坐。那我们年轻人可不可以坐？当然也可以啊，因为如果椅子如果设计不是给年轻人坐，给所有人坐，这个椅子的效果就会很小。 就像你们会不会这样？我之前有认识那个学生，他说他从来不走残障坡道，有没有那个斜坡？他觉得我走那个斜坡好像我是残障，真的是很好笑，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点是不太一样的想法，就是其实我们现在追求的都希望我们的一个设计，我们的一个产品，多为更多人设想，所以你的产品可以给所有的人用，就会增加它成功的几率。所以你们。 智慧手机一来的时候，你们会不会很想要用？不会但是我必须要讲，智慧手机呢，
基本上你上手了1、2天就会用，不用看。为什么？因为你知道翻页就要这样对，对不对？因为你在翻书不就这样翻了，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有很多的功能，就是为了可以让所有人都可以用。所以在座的后面的小朋友，他应该也会用 iPad 2去玩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愤怒鸟。好，因为那个东西非常直觉，他只要看一遍，甚至不用看，他自己乱摸，他自己就会玩。原因就是他把设计的东西变得非常的简单。好，所以设计的东西就是我讲的，它2个步骤。第一步骤叫设想，设想完了之后，我们开始计划。那到底要计划什么呢？计划的开始就是难的，你要开始想，我到底要做它的尺寸多少？我到底我要用什么材质？我到底要有什么功能？然后我要给谁做？我的成品有多少？我的成本有多少？然后我要怎么卖？怎么包装？这个都在后面的计划里面。好 ，OK， 所以设计在很多的地方都可以用得到。假设我如果要设计衣服呢，我就叫服装设计；如果我是要设计我家的室内的装潢，我们就称为室内设计；如果我要设计建筑，我就叫建筑设计。OK， 所以你可以套在任何的地方。如果